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又和大家见面了啊。这期视频呢，咱们不聊什么科技产品，也不聊什么手机啊。之前呢，在微博上呢，给大家做过一个小小的预告啊。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就是跟大家聊聊我的装备啊，这套桌面。其实这个呢，之前我做过一个 1.0 的版本啊，这个老粉丝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在我刚刚出来租房子搬到这工作室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还比较初级的状态做过一期 1.0 的这个我的桌面的这么一个视频后期呢又添置了一些东西，做了一些小小的升级，所以说今天呢再给大家做一个2.0 的这么一个视频吧。在这儿呢也做一个小预告，因为我把我的这个拍摄的地方啊，还有就是我桌面啊这个角落，还有就是一些我的乱七八糟的，就是如果要是一期视频的话，这长度肯定是太长了，所以说这期视频呢就主要跟大家聊上镜的这一部分，就是大家在这个我平常这个视频里边看到的这个角落，就是这一块这一套的生产力工具吧。OK， 那咱们就先从大件开始吧。先说这桌子上两个最值钱的东西啊。第一个呢就是这台笔记本了。这笔记本呢应该是最贵的啊。当时我也是下了血本，是15年的 MacBook Pro 顶配版。上学也刚刚开始做这个视频，所以说便携性呢还是有必要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款笔记本。就是我之前呢给它做过一个开箱视频，这笔记本呢有专题的视频，所以说就不多说了。这个显示器呢其实也有，而且还不止一个。关于这台显示器呢有2个视频，第一个呢是关于它的这个开箱体验当时我刚购买的时候就录了那个视频。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21:9的嘛，这个显示器呢应该这个尺寸上呢不算是主流的，所以说专门给大家做过一期，就是你到底需不需要一台21:9的这个显示器。它的这个性价比啊，我个人觉得在现在来说是比较高的了，可以说相当高了它这个售价现在我查了一下，目前好像是2000多块钱，当时我买的时候是3000好几，对，应该是3000好几。当时买的时候还是比较贵的，它是29寸吧。在 LG 的这个产品线来说，应该算是入门级的这个产品了。他们这个高端线应该都是6-7千块钱的。4K 的分辨率，它是2K 的分辨率。我觉得平时剪个视频片子用啊，看个电影啊，已经完全够用了。整体上我使用下来呢，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呢，会有这个漏光的情况，这个是21:9显示器可能呢就屏大了之后一个通病吧，就在这里有2处漏光，在这里也漏一点。但是呢，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大部分的这个21:9显示器都漏光整个这个造型呢，我也是比较喜欢。LG 新的那一款 4K 的那个32寸的显示器，它的那个下面是一个弧形的，就映衬了它上面这个曲面的这个显示器，这个也是曲面的，但是感觉不太明显。还有就是说到这显示器了，就是这个插件，桌面显示的这个时钟的插件。这个插件呢，算了，我就不让大家去这个百度找了啊。我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吧，在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直接回复时钟这2个字这个插件呢就可以直接给你个链接，你就跳转下载就可以了这个插件是好多朋友都问我在这个微博上还有就是微信上都问过我，就是 Mac 上面一款非常就很长时间了，就是出来很久的一款这个时间插件看着还是我觉得还行吧，还挺好看的又有 Mac 版又有 Windows 版都可以的那咱们先从这边来跟大家说吧。这边呢咱们先说这杯子这个杯子呢是我平时就是喝水用的这个杯子其实特别普通，是来自无印良品的。我个人觉得这造型上还是蛮好看的嘛，就是放一杯水放在这儿，有点晶莹剔透那个感觉。它这个设计点在哪儿呢？就是外壁不是直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玻璃杯它是非常光滑嘛，如果外壁稍微你倒水的时候沾上水，会导致这玻璃杯非常滑所以说这个无印良品的这款呢，它做成了一个曲面的我觉得还是
挺好看的，这造型也不错。OK， 这个纸巾盒呢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为了映衬这个桌子，专门选了一个黑色的纸巾盒啊。对了，这个桌子呢也有过几个小伙伴问我啊，其实这桌子非常非常普通，就是在淘宝上买的，就你直接一搜办公桌，然后选一个尺寸这么大的就可以了。具体我忘了，可能是1.4米，好像是1.4米的这个长度啊。这个桌子呢，它原来是实木的那种花纹的那种颜色的但是呢，这个在网上看着很好看，其实买回来这颜色真的是丑的一逼啊，吓我了一大跳后来呢，我忍了一段时间用着，有的视频里边大家可能知道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就给贴上了这个纯黑色的贴纸，整个这套桌面呢就是一个黑白灰的这么一个风格吧。贴上之后呢，我觉得还行，而且这个贴纸是防水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贴纸很难贴，其实特别好贴。这个电风扇呢，是仿的啊，它不是真的，是无印良品先做的这种电风扇的风格。我觉得它是为数不多的，就是仿的，基本上和它原来的那个原厂呢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我觉得比那个还好一点。这么一个电风扇，它是双风扇设计，就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双风扇的设计然后整个这个造型呢就是和无印良品的一样，因为无印良品这个太贵了，100多块钱啊。还有就是无印良品呢，它可能是有一些设计原因吧，把这个开关呢做的是比较的松动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紧的无印良品那个都不应该是松动，可能有点松垮了，有一点做的也不好，就是这个线呢是白色的，如果是黑色的，可能这个一体感更强。这个就比较便宜好像才20-30块钱吧就是一款很普通的小电扇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看的。这个呢是参与咱们微信公众号众筹的肯定都知道就是当时呢我专门做了一套咱们小白测评自己的这个手机底座包括这盒子还有就是这个接电卡呀还有就是里边的这套东西呢，我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心思去做这个手机底座，非常非常普通但是我觉得就是回归本源的那种感觉吧，包括这个角度开槽的长度都是做了好多次的测试，光这个样品都打了10几个的样品吧。这个进口的黑胡桃木是有这个木箱的，当时呢在微信公众号众筹去了400-500个吧，我留了几个做这个纪念，也送一些朋友这个 Kindle 呢是我最早的那一期的视频非常非常老的一个视频但是那个视频对我还是挺重要的，是当时第一个上10万播放量的一个视频这个Kindle 是准备在去年底大家还记得那个有一个大的抽奖活动，咱们抽出去了一大堆的东西，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微博抽出去了特别多这 Kindle 后来我是发现它坏了，所以说就没有给大家抽奖，就是我当时要打包的时候发现它坏了，有一个坏点所以说就一直没有动也就没电，我也就没有充电但是它还是能用。好几个看完这个视频说，小白你那 Kindle 不充电，还在微博上给我发私信，我觉得这样摆着还是挺好看的，是吧？这边呢这个台灯呢就是宜家的一盏台灯非常普通，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这套桌面呢这边来看其实还是挺普通的，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就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别花哨的东西之前咱们在这个YouTube 上就是或者说这个国内一些这个桌面搭建的视频，大家应该看过不少就是关注这方面的伙伴，基本上都是比较豪的，就是都是比较奢侈的，我操，都特别牛逼这一套搭建下来都是没个几万，我见过10几万的这个整个一套而且是比较流行的是下边再放一个就是 Windows 的主机，其实我也有 Windows 的主机那个在那个下期视频里面呢再和大家聊吧另外就是关于我那个拍摄那个地方，然后在那儿再给大家这个做视频，今天就是这一块为什么没放这儿就是串在一起呢？这个是非常主流的一种做法我觉得就是我的自制力可能还并不是那么强，所以说我怕我串在一起之后就是今天没事了本来这时间呢可能会看看书，但是结果就打了游戏了，对吧？我在这儿也劝大家一句，就不要在你空闲的时候老觉得你自制力很强，不要有这个自信，可能是我自制力比较差这个台灯呢就是一个暖光灯就是晚上的时候我这个用的感觉开上之后还不错
这个灯呢，其实它是比较矮的一盏灯。从这边来看呢，它下面呢，我还专门给它垫了一个相机的这个盒子，也是比较丑的一个地方啊。我准备后面找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台灯，但是这个造型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就很普通的一盏台灯。OK， 这个键盘呢，不说有100个人问了，也得有80个人了啊！这个键盘是非常早的，也是我当时做视频而买的一款键盘，是 IKBC 的这个牌子，算是比较小众吧。但是如果你关注机械键盘，那肯定都知道，跟这个 Filco 啊，或者说贼船啊，他们都是差不多的，咱们肯定没有贼船贵啊。这个键盘呢是500多块钱，当时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奢侈的一个东西啊。整个这个键盘质感非常不错，就是轻柔的，并没有什么这个我在这个机械键盘那期视频中呢，也和大家简单聊过这款键盘。怎么来说呢？就是没有任何亮点，非常普通，就是轻轴的机械键盘，也没有任何缺点，就是非常实在。它当初呢有2个型号大家不要问了啊，就是它已经停产了。就是我告诉你型号，你也买不了了，对吧？已经没有这款键盘了。它是 F104，当时还有一款。它的同系的同门师哥应该叫师弟，后面出的是 G104，这个帽呢改成了透明的帽，可以改灯。这个键托啊，是我大家可以发现啊，这个整个桌面啊放这个键托特别不搭，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原木色的特别不搭，整个这个颜色上来看，因为就是我不舍得，其实我早就想把它换了。换成一个白色的，就是浅色的，或者说是黑色的那种皮质的，放在这儿可能质感更好一些，也跟那个桌面更搭一些。当时是我定制的，这么一个键盘托，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用了很长时间，有感情了吧。上面还专门刻了，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英文，The best outcome must belong to me，什么意思？查一下吧你。还有呢，就是这个东西了。就是显示器下面的这个小底座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我购买的一款，如果要我说啊，就是什么东西很不起眼，但是很能提升体验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我坐在这儿啊，大家发现，我现在坐在这儿，加上了这个小底座之后，这个显示器呢，显示与你的这个视线呢基本是平的。我现在坐直的情况下啊，与你的这个视线基本是平的。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底座的话呢，整个你的视线呢是这样的，然后呢，你这个显示器呢还要扬起来一点点，可能会比如说驼背啊。加上这个底座之后呢，整个你人可以挺起来，然后你看这个视频的角度呢，我觉得也会更好一些，尤其是看电影的时候，这个体验还是挺明显的。整个的从正面来说呢，它也提升了整个这个桌面有一个层次感吧，就是有一个上有一个下。还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你出门了或者要写作业，可以把键盘推进去，整个这一块呢可以写作业也好，看书也好啊，或者说我是学动画的，偶尔可以能画画啊，其实都不错。20块钱吧，好像是20块钱吧，19块钱还是20几块钱，我具体忘了。在寝室啊，你也可以买一个，真的，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笔记本呢，你可以把架起来啊，或者是你有显示器的话，把显示器也架起来，哪怕你垫几本书，也把你那个显示器的高度垫高一点，让你整个这个视线呢与这个显示器呢是持平的。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这一点着力跟大家推荐。往这边来说呢，咱们先说这个摄像头吧。这款摄像头呢是当时我这个为了做直播的时候购买的，它是这个罗技的一款摄像头。这型号是什么来着呀？我给忘了啊。大家可以搜一下罗技的，反正就是在罗技那个产品线里面算是比较贵的一款了。是 HD 1080p 全高清的。这个摄像头呢，其实看着挺普通，我觉得它设计点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这个摄像头，它带一个专门的扣住的这么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网络安全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我关上，你再牛逼，你不点亮这个摄像头的灯，就打开摄像头，你什么也看不见，是吧？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就是呢，它不带一个卡扣。但是它这个折叠的设计可以几乎卡在任何地方啊！一开始刚到的时候啊，我说这东西它怎么没有一个像夹子一样的东西啊，是吧？可以把它夹在这儿啊，怎么样，它都没有，它可以卡在任何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这样卡在这儿，就一点不晃，特别的稳。
而且你要什么角度基本上都有。这个上面的这个也可以动，而且这个质感呢做的特别好，因为毕竟它也不便宜嘛。当时我也是觉得这摄像头一个怎么这么贵啊，500多，这个摄像头好像也是500多。OK， 那往这边来看呢，这个杯子也没什么可说的啊，就是雀巢的那个杯子，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痴迷于喝咖啡啊，就是喝各种各样的咖啡。但是后来现在喝那咖啡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用了，我已经对咖啡免疫了。但是我觉得那个雀巢的这一套红杯还是挺有那种，就是怎么样纪念意义吧，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红杯我是摔坏了2、3个了，后来就一直在网上买。这个鼠标呢，当时呢也专门跟大家做过一期视频，当时我都是刚刚开始做这个视频不久啊。这鼠标呢现在已经打油了。也是罗技的，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款游戏鼠标，402，这还不是502，502比这个还要更好一些。为什么没买502呢？因为502那个整体是比较短的，就是它那个鼠标做的比较短的。但是这个402呢做的是比较长，因为我手比较长，我不是抓鼠，就是这个握鼠标的姿势啊，就是习惯于这个手里呢就饱满一些。这个左右两侧呢，这个按键的部分呢，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已经反光了，开始2年，但是它的这个功能呢，全部都没有问题，这个按键的质感啊，还有就是这些侧键的这个质感啊都没有问题，整体这个鼠标还是比较喜欢的。我准备就是实在我觉得这个手感有点难受的话，我准备再买一款这个鼠标。但是呢，我觉得平时大家玩游戏啊，502的，还有就是众多的游戏鼠标，我觉得都比它好。这个 Apple Watch 啊是。我一位深圳的朋友，算是一个土豪吧也好，反正是一个深圳的朋友送我的。我当时是绝对不舍得买这个还是顶配的，就是4000多的那一款，不锈钢的，大家可以看到42毫米的。但是其实我并没有怎么用过，我还是在这放着吧，觉得挺有纪念意义的到时候实在不行我再还给他，是吧？这个支架就是随便买的不怎么样，我准备把它下面呢换一个或者说是下面粘上粘在这个桌子上，这样就不会老动了，这样是老动的。Apple Watch 的这个线呢是绕过来串到这边的一个小米的插线板上，这个插线板上呢基本上集成了我所有的充电的东西啊，比如说平常用的手机啊，这里呢设置了一个小的这么一个极限的卡扣。Type C， 然后 Micro USB， 还有这个 Lightning 的接口，这些线呢全有。因为我平常用的手机比较多嘛，所以说就放在这儿，这个随插随用。平常用的手机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这个很多小伙伴问我你自己用什么手机？我自己用呢，这个是7P， 这个是我自己用的，经常用，因为我是这个苹果电脑嘛，然后整个这一套系统呢都是用在这个苹果的生态里面。所以说用这 iPhone 呢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其实今年的这个主力机型，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主力机型，我是特别喜欢那个 Note 7，但是最后呢还是没办法把它给退了，最后不到万不得已才退的。我真的特别喜欢那款机器，阴沟里翻船了，我觉得三星这次是吧没办法，所以说就用了这个7P。然后还有就是1+3T 这个手机呢也是我另外一个主力机型吧，就是安卓一款 iPhone 一款。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平常对这个手机的体验呢，追求一个全面化。1+3T 呢这款手机系统不好使，这说实话，升到3.0之后还好啊，之前那系统真的是比较难用，拍照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轻 OS 啊，我觉得进步空间非常大，不怎么好用。还有就是最近做的这2款手机，一个是 Note 4X， 还有就是这个 C7 Pro。这2款手机呢，算了，大家都去看视频吧，在这期视频中我就不多说了。最后呢，再来说一下这个桌面的整套的这个搭建啊，其实呢非常的简单，主要呢就是 HDMI 的线，然后串到这个显示器上。如果你要是再想串一个主机的话，非常简单，这个显示器呢，它可以再串另外一个 HDMI， 你中间用一个极限盒串上你的鼠标和键盘，然后再拿一个主机把 HDMI 线串出来，串到这个显示器上，这样你就可以切换了，自由切换系统了，就是一套键鼠控制了2套系统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我这个呢，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串到这个 USB 的一个集线器它是带独立供电的，所以说
在这个电能上呢，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它串着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键盘、鼠标，然后你的这个 Apple Watch 呢也其实可以串到那边，但是我这边方面就是串到这边了。还有就是我的一个硬盘，这个电脑呢是512的 SSD， 后来我又是专门给它配了一块3T 的这个硬盘，是希捷的吧，我觉得速度还是不错的。后面呢，我准备买一个就是6T 的桌面硬盘，就比较大的那个。我还是喜欢用移动硬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买了2块移动硬盘了。因为平常做视频的数据都非常非常大，比如说Note 4的这个体验视频啊，或者说是别的这个手机的体验视频，一期视频的工厂文件就有几十个 G 啊，甚至比如说做的详细一点的可能会上百个 G 啊，所以说比较大。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保存数据，就是不保存到云端，就所有的数据全部保存到这个盘里边。我总觉得以后可能会用到，所以说用的比较费。然后这个音箱啊，对，音箱没说，这个音箱呢是直接接到这个显示器上面的，这个显示器呢是带一个音箱的这个插孔，如果要是你那个显示器不带的话呢，就只能接到这个电脑上，但是这个电脑就比较凌乱了，是吧？关于这个集线器啊，有一款比较大的，就是3000多块钱，那个就比较贵了，好像叫什么贝尔金吧，当然它那个功能也比较多，是雷电插孔的。当然就比较奢侈了。我觉得 USB 的这个平常大家用就已经够了啊。这个音箱呢，跟随我了很多年，大家可以从这个造型看出来，就是这种旧的程度啊，使了大概有6、7年了。这个音箱是我第一台电脑，就是大脑袋，那个显示器还是大脑袋的那个电脑的时候，我就买了这个音箱，它是漫步者的，但是这个音箱的效果真的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使用了这么多年，可能是包的比较好吧，用的时间长了，我觉得这效果真的还是挺好的。可以给大家简单放一下啊，但是这个声音上面呢，可能效果收的就不是那么好。就是我坐在这儿的时候呢，整个这个音乐呢，我觉得还是够用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音场。当然，它的整个这个音乐啊，并不是特别宽，就低音呢，并不是那么下潜，但是平常的使用来说，真的是足够了。我也是对这个老东西有感情，就老不愿意换。这个音质呢，我觉得还行，尤其是啊，它并没有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生过。就是无论是音质方面啊，还有就是这个灯啊，或者是按钮啊，这个旋钮啊，这个音量大小啊，都是非常的稳定。这个也是我一直不换这个音箱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没有出现过一点问题，就是没有任何这个理由换它，所以说一直没换。这个音箱呢，也跟随我很多年，我也想把它一直用下去啊。还有就是这个小人了。这个呢是小米当时联合这个孩之宝出的一个机器人变形金刚的，售价当时是众筹吧，还是100多块钱，算是比较便宜的。当时跟小米合作嘛，这个是组合完了是一个小米 Pad 2吧，就是米 Pad 2但是把它打开呢是一个机器人还有一款，这个是朋友送的一个美队。这么一个小人，这边这一套呢，小人呢，就是咱们视频中经常出现的那个漫威宇宙的这么几个英雄啊，他是在《复仇者联盟2》吧上映的时候，然后那个电影票送的，好像是买2张电影票送1个吧。但是后来呢，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我还有2个，不对，还有一套就是没有拆的，在这儿，这2个。这个呢，就作为一个小礼物吧，这个送给大家没有拆封的，它是正版的，是这个，也是漫威官方出的，这是一个正版的小人，做的还是非常精致的。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就是关注新浪微博小白 MTX， 就是我那微博，然后大家转发，随便艾特个好友，然后咱们可以抽一个这个小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它并不值什么钱，但是有点纪念意义吧，这没拆封的。刚刚给大家做过视频的这个 AirPods，用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吧，体验呢真的还是非常不错，质感呢也非常好。我耳朵这个耳孔是比较大嘛，所以说就带了一个海绵，没想到也可以直接插进去。
但是唯一的一个小缺点，我就觉得它的续航并不是特别足，只有5个小时啊。平常我用的时候呢，经常就是晚上工作很长时间吧，用，然后还得换一会儿耳机。如果它要是8小时的续航，我就觉得，无欲无求了。哦，对了，这个椅子，这个椅子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也是淘宝上购买的一款椅子，花了是300多块钱吧，非常非常便宜，看着好像挺唬人的，感觉挺贵，但其实真的并不贵。我最主要的呢，就是有的这个颈枕，还有就是腰枕，因为我做时间长了做视频嘛，需要有一个支撑。如果你要是长期啊，就是坐着，我觉得还是换一款好的椅子，真的给你的这个平常这个提升生活质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这个上镜的这一块呢差不多都跟大家聊了啊。对了，还有这幅画，上面那幅画呢是我一个同学画的，他也算是一个网红嘛，就是在哔哩哔哩上面直播的一个画师啊，当然是我们同学，但是他功夫已经画得非常棒了，画了一朵白玫瑰，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专门找了一个白框来裱了一下。关于这个裱画或者裱东西啊，我后面还计划了一期视频啊，后面再分享给大家吧。OK，本期的这个视频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这一套东西呢，基本上全部都跟大家介绍完毕。这个视频的长度呢也是比较长啊，谢谢你耐着性子看完。好了，还是活动跟大家说的那个一样啊，这个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关注小白 MTX， 然后就送一个没有拆封的我们这个钢铁侠的官方出的这么一个小玩偶。OK。还有最重要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已经有10万多的小伙伴关注了，小白测评啊，每晚的语音，每天晚上呢，我在那儿和你聊天啊，每天晚上跟你聊一下科技圈的新鲜资讯啊，跟你扯扯淡是吧？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OK， 不客观之体验，小白测评啊，我们下期再见啊！今天就是这个桌面2.0的分享视频，下期再见。